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美国大选后著名的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接受了 Barry Weiss 的专访，他帮马斯克讲明了为什么马斯克会转向。看了这个采访后我就明白了，美国还是有明白人的不都是傻逼。彼得蒂尔是硅谷最具影响力的投资人和思想家之一他1967年出生在德国，后来呢随家人移民到了美国。他在斯坦福大学呢获得了哲学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就这样的教育背景呢，也让他对社会问题始终保持这种哲学家般的这种深刻思考1998年呢，他和 Max Levchin 呢共同创立了 Confinity 公司，后来和马斯克的那个 X.com 合并了，就成立了 PayPal所以这段经历呢，就开启了他和马斯克长达25年的这个友谊。2002年这个 PayPal 呢被 eBay 呢以15亿美元收购，从此就诞生了著名的 PayPal 黑帮这个圈子后来就成了硅谷最具影响力的创业者网络包括马斯克Reid Hoffman 就 LinkedIn 的创始人，这些科技界的著名人物2004年彼得蒂尔以50万美元投资了年轻的扎克伯格，后来就成了 Facebook 的第一位外部投资人这笔投资后来给他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回报。同年呢，他还联合创立了Planter Technologies 这家公司目前估值也达到了数百亿美元2005年呢，他还创立了这个 Founder Fund 这个投资基金，陆续投资了 SpaceX、Airbnb、Stripe 这些重要的科技公司。所以和硅谷的其他投资人不同呢，彼得蒂尔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思想立场他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想要飞行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这句话呢，当时就尖锐地指出了科技创新方面的偏离，本来应该追求改变物理世界的这种突破性技术飞行汽车是吧？科技界呢，却把大量的资源呢投入到了社交媒体的字符限制上。所以这个比喻就形象地说明了他对科技发展路径的这种担忧过度的关注表面创新和短期利益，而忽视了能够带来巨大根本性进步的这种硬科技创新这种洞察力和批判精神也体现在他的著名著作叫《从零到一》在里边。所以他始终强调突破性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那想想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随口都说从零到一是吧这个词儿，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概念最早就是由彼得蒂尔系统性的提出和阐述的这就体现了他呢作为这个思想家的影响力往往能提出影响整个行业的这种核心概念所以说他是哲学家，这个不是乱说的那么近年来呢，他更多的参与了公共政策的讨论对科技行业的发展方向都提出了他重要的个人见解所以近期呢，彼得蒂尔就接受了这个播客主持人叫 Barry Weiss 的采访当主持人问他老朋友马斯克为什么突然转向右翼的时候呢，彼得蒂尔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回答。他说我认识马斯克快25年了，在最初的20年里边他从来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但他的确偏左。因为要知道，特斯拉它是一家清洁能源公司是吧，电动车公司，而当时的共和党人呢都不相信这个气候变化，所以自然更适合待在民主党占主导的加州。然而在某个时点他改变了。所以当主持人暗示这种转变是必然的时候，问到为什么你们都改变了立场的时候呢，彼得蒂尔立即纠正说呢，我没有改变是其他所有人都改变了。所以蒂尔呢就进一步解释说虽然这种转变有很多原因，但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束缚。这不是你们当初签字同意的，在这种思想的束缚下即使你同意80%的观念也是不够的，他们要你必须100%的认同，什么绝对那个不绝对那个所以在话中蒂尔呢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硅谷正经历最大的转变，打破了表面的一致性。他说私下里边呢，每个主要创始人和 CEO 都知道觉醒运动实验已经失败了，但他们需要一个人先站出来。马斯克的行动呢是极其危险，但也极其勇敢，他给其他人提供了掩护。接着呢，
彼得蒂尔就警告说呀，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兰州正面临着破产危机，学生的债务危机正在爆发，边境的混乱也在加剧，外部的威胁呢不断增多。所以这些问题啊，比8年前更难解决了，就是川普上台的时候。所以他甚至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啊，世界啊正在从睡梦中走向末日。虽然特朗普比哈里斯更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但他能否阻止这种趋势呢？我希望如此，但是不敢100%的确定。彼得蒂尔认为啊，最深刻的变化是20世纪终于结束了，大学、媒体、银行这些旧有机构不仅在失败，而且已经无法修复。那对于2024年到2028年他预计呢，将不再为失败的兰州提供救助，需要真正的边境执法，将面临艰难的这种贸易再平衡，需要重大的制度改革。他说呀，特朗普呢不需要做任何英雄式的事情，只需要止血就够了。最后呢，彼得蒂尔总结说呀，你无法回到过去，你无法取消互联网的发明，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旧系统啊正在消亡，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将取而代之。我们分析一下这位硅谷大佬的谈话呀，里面确实有很多有趣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偏好级联这个效应啊。那所以 Peter 他描述的这个硅谷现象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偏好级联效应啊，在表面的一致性下呢，存在着大量的不同声音，只是需要一个具有足够影响力的人打破沉默。马斯克他的行动就触发了这种级联效应，让更多的人敢于表达真实想法。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啊，比如说柏林墙倒塌呀、东欧剧变等等啊。第二呢是思想束缚的本质，他提出呢说80%同意都不够，必须100%同意这个观察，就揭示了当代的某些意识形态的这种极端化的倾向。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仅扼杀了这种理性讨论的可能，也违背了社会进步所需要的这种包容性。他在谈话里边提到支持兰州的人们很多都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三呢就是机构失效的警示Peter 呢把目光投向了更深层的制度性问题。他认为传统机构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些机构它是建立于工业时代的需求之上，在信息时代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所以他们的僵化不仅呢体现在运作方式上，更体现在思维方式上。第四呢就是危机的多重性，他列举了美国的多个危机，像兰州财政学生债务边境问题等等。它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旧系统整体性失效的表现。这些危机呢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这种系统性的挑战。那第五呢就是改革的这种现实主义。尽管问题特别严峻，Peter 建议呢是比较出人意料的务实，不需要英雄式的行动，只需要止血。这就体现了一种审慎的改革思维，而不是激进的革命思维。第六呢是技术和社会变革。比如他说无法取消互联网的发明这句话都揭示了技术进步呢对社会变革的这个不可逆的影响。新技术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呢它改变了人们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最后呢就是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Peter 的分析是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是保持清醒的不确定性。他承认问题的这种严重性，也看到了这种改变的可能性，但是同时承认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彼得蒂尔的这次访谈不仅呢是对当前形势的这种分析更是对社会变革本质的深刻洞察。所以他提醒我们在巨变的时代，保持清醒认识和开放心态比固守意识形态更为重要。任何试图用旧框架来解决新问题的尝试都可能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好吧，这就是关于硅谷大佬彼得蒂尔接受卫斯的专访我看了以后呢还是深有感触的。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块讨论。再见，拜拜。